上班或许是现代社会里最合法也最漫长的肉体折磨。大家好，我是莫奇，欢迎来到历史中的社畜遗迹。在这里，我们会一起翻开那些被尘封的古代历史，看看几千年前的人类究竟是怎么被制度、权力与生存压力一点一点磨成社畜的。1347年，一艘来自黑海的商船缓缓驶入欧洲的港口。当船只靠岸时，跟住一起登上欧洲土地的不只是商品与财富，还有一场即将改变整个世界的灾难。后来的人们称它为黑死病。短短几年内，欧洲约有1/3到1半的人口死亡。但对当时的贵族与领主来说，最可怕的事情可能不是死亡，而是发现了活着的人突然变得太值钱了。维持数百年的劳动驯化系统正在崩溃，而权力者接下来做的事和今天的某些企业管理逻辑相比，其实没有想象中遥远。今天我们来聊聊历史上最经典的一场反加薪战争。在中世纪的欧洲，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，许多人出生在同一块土地上，也将在同一块土地上度过一生。他们的世界很小，小到村庄之外的一切都显得遥远而陌生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往往没有离开的自由，因为对许多人来说，土地不只是赖以生存的地方，也是决定他们身份与命运的牢笼。他们可以耕作，可以成家，可以拥有自己的家庭，却仍受到领主的管辖与约束。他们必须缴纳租税，履行劳役，并承担各种对领主的义务。作为交换，领主则提供土地与保护。这套制度的逻辑其实很简单，领主负责统治与管理，农奴则用一辈子的劳动来支付代价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极其稳定的劳动体系，稳定到几乎不会改变，也稳定到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难以逃离。最厉害的驯化从来不是锁链，而是让人相信锁链本来就存在。在资讯封闭的年代，大多数人相信阶级是天生的，贫穷是命运安排，服从则是理所当然。国王生来就是国王，农奴生来就是农奴。世界庞幅被某种看不见的规则写好，而人们只需要照住活下去。直到黑死病降临，它不只是夺走数千万人的生命，更像是一把铁锤，狠狠砸向维持数百年的社会秩序。突然之间，田地还在，工坊还在，庄园还在，但那些负责耕种、建造与生产的人却大量消失了。过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劳动力，一夕之间成了最稀缺的资源。当大量劳动者死于瘟疫后，活下来的人第一次发现了一件从未想过的事，原来自己拥有选择权。如果这位领主不愿意提高报酬，或许隔壁的领主愿意。如果这座庄园缺工，另一座庄园可能缺得更严重。数百年来第一次，劳动者不再只是被挑选的一方，他们开始能够选择雇主，要求更好的待遇，甚至离开原本的土地。劳动者开始拥有议价权利，这是统治阶级最不愿面对的噩梦。黑死病杀死了无数人，却意外让活下来的人变得昂贵。几百年来，他们早已习惯劳动力源源不绝地补充进来，有人累倒了就换下一个，有人饿死了就再找下一个。但这一次，没有人可以替代了。当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应，整个建立在低薪、服从于恐惧之上的体制开始出现裂缝，劳动市场的天平第一次向劳动者倾斜。统治阶级为了阻止劳动力翻身，在1351年，英格兰颁布劳工法令。表面上这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，实际上他试图把工资压回瘟疫前的水准。法律限制劳工自由流动，要求有工作能力的人接受雇佣，并对违反规定者施以罚款或监禁。说得更直白一点，当市场开始重新分配权力时，统治阶级决定出手干预。他们颁布法令限制流动，并将一切包装成维护秩序的必要手段。他们宣称这是为了社会稳定，他们宣称这是为了遵循上帝安排的秩序。但在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，其实藏着另一个更现实的目的，让劳动者重新回到自己原本的位置。因为统治者明白一件事，最危险的从来不是瘟疫，而是一旦人们知道自己的价值，有些锁链就再也锁不回去了。就像今天，当许多员工发现远端办公能节省通勤时间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甚至完成更多工作时，仍有不少企业坚持要求员工回到办公室做满规定的工时。因为他们要的从来不是产出，而是对你的绝对掌控。但问题是，法律或许可以压低薪资，却无法压制人们对不公平的愤怒。终于，在1381年，英格兰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农民大起义，数万名农民、工匠与劳动者涌向伦敦。他们攻击的目标已经不只是税负或薪资，而是整个将他们困住数百年的权力体系。他们闯入官署，
焚毁税务记录与法律文件。这些文件记录着债务、义务与服从，也是统治阶级维系权力的重要工具。因为起义者逐渐明白，真正束缚自己的并不只是土地，而是那些被写进法律又被包装成理所当然的规则。面对失控的局势，年仅14岁的国王理查二世选择出面谈判。他向起义者承诺改革，并表示愿意赦免参与者。一时间，许多人相信这场抗争终于换来改变，但历史上许多权力者都遵循同一套剧本：先安抚，再清算。谈判期间，双方爆发冲突，起义领袖瓦特泰勒当场遭到杀害，失去领袖的起义军也迅速瓦解。局势稳定后，国王撤回先前的承诺，大批参与者遭到逮捕与处决，统治阶级重新夺回了局面的控制权。从结果来看，体制似乎赢得了这场战役，但它赢回的只是现在，却输掉了未来。从那一天开始，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自己并非天生属于某位领主，更不是为了服从而出生。封建制度并没有立刻崩溃，却开始走向不可逆转的衰退。旧世界的秩序依然矗立，但它的裂缝已经出现。而历史证明，有些裂缝一旦产生，就再也无法被修补。历史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，权力从不喜欢失去控制，它只会换一种形式存在。当年的劳工法令试图阻止劳工流动，而今天有些企业会用另一种方式留住你。文化、制度、考核、福利、口号，包装不同，目的却往往相似，就是要让你留在原地，并相信这是最好的选择。真正改变历史的从来不是瘟疫，而是人们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是某份财产，不是某个编号，不是某张报表上的成本项目的人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所以当下一次有人告诉你大家要共体时间，要学会奉献，要有主人翁精神，或许你可以想起600多年前那些幸存者，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不只是加薪，而是议价权。而问题是，他们用命换来的议价权，我们真的守住了吗？还是我们只是坐在更舒适的农场里，误以为自己已经自由？最成功的驯化从来不是把人关进牢笼，而是让他相信那个牢笼叫做梦想。谢谢收看这集的历史中的社畜遗迹，欢迎订阅、点赞并分享这部影片。我是莫奇，我们下个古文明工位见。